南二环菜市口属于现今已经被抹掉的宣武区，旧年间处决犯人砍头的地方，鲁迅文章药里人血馒头的现场。戊戌六君子曾血洒此地，我在这里长大，拼凑了几十年前的模糊记忆，描绘下童年70年代的菜市口。从我们家出来，这条大街往南，最东边就是我们小孩特喜欢的菜市口文化用品商店。一想到这儿，仿佛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香橡皮味儿。这个商店很大很全，备齐了上学时所有的学习用品。目前留在脑海里的是各种文具的味道，纸张、橡皮、墨水和颜料。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写人类的嗅觉不一定比猫狗差多少，只是其他的知觉系统太发达，不经常使用嗅觉而已。我想，如果像猫狗一样用嗅觉思考和回忆，是否能带动内心的情感？往事以各种味道微妙细分的形式看见，记忆按钮或许会更轻易地开启，我能记得更清楚，描绘得更仔细了。这商店离我们家还有段距离，这是家里人允许我独自出门最远的路程了。最喜欢溜溜达达、蹦蹦跳跳地去购物，和营业员叔叔阿姨在柜台前交谈购买，像个小大人，这是件很体面骄傲的事儿。文化用品商店稍微往西一点是菜市口浴池。小时候住平房4合院，家里没有洗澡设备，大人小孩都去浴池洗。大家平时上学上班，我们那时候周6还要上半天学，一般都是周日去。里面热气腾腾，人挤人，人挨人。有盆塘淋浴，盆塘是澡盆单间，一般贵一点，属于 VIP 了。我们小孩都是淋浴，浴池里备一些肥皂，估计特制的，非常非常的硬，一块儿够几个人洗几个小时，对这个印象非常深。洗完澡叫渴，浴池外面的冷饮店有刨冰、酸奶、杏仁露、北冰洋汽水、小碗冰激凌。这是一个开心乐园，大人小孩个个香喷喷、红扑扑地享受周末时光。8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这个冷饮店生平第一次喝咖啡，一碗咖啡蓝边大碗。那天洗完澡，本想和平时一样吃一碗刨冰，看见了新挂的招牌上写着咖啡2字，心思一动就来了一碗。味道很熟悉，真是熟悉，虽然从来没有喝过。咖啡温暖苦涩的味道，是不是人类天生就会觉得亲切而熟悉？那真是对于我来说历史性的一刻了。洗完澡向西溜达几步就到了南来顺。北京东来顺涮肉大家都很熟悉，南来顺比较草根，经营各种北京当地的小吃，豆浆、油条、豆腐脑、面茶、油茶、烧饼、豆包牛肉饼、小豆粥、糖火烧、螺丝转、炒饼、凉粉、酸菜羊肉面等等，是我们小孩的解馋圣地。那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多好吃的，家长领到南来顺吃顿小吃就是大喜事儿，能前后高兴好几天呢。记得餐桌上油脂麻花的很脏，很难找到个干净的地方，可是吃得特别香，顺口，味儿正。现如今南来顺搬到大观园门口了，我后来去过几次，每次都想找回小时候的感觉，没有了，物不是，人也非。我家在路南，沿着南来顺往西走，在西鹤莲堂中药店对过的胡同里，从家去药店走路5分钟就能到，得过一条马路。这儿有坐堂先生号脉开药，一般的头疼脑热药到病除。中药铺比起西医院来气氛好得多，并不拒绝小孩。坐堂大夫老爷爷很和蔼，喜欢和家长唠家常。最重要的有特别解馋的大山楂丸吃，直到现在好几十岁了，还是特别想这口，经常从淘宝海淘到日本。在西鹤莲堂右手有个对我一生影响巨大的地方，那就是信托商店。我小时候觉得和我毫无关系，这里专门收购和出售有价值的二手物件，
就是现在我做的这个行业 Vintage。商店里有老座钟、半导体、手表、灯具、老家具等等，很多杂件都是出彩的老洋货，还有从大使馆里出来的老旧进口衣物，现如今很时髦的古着。这个地方很容易勾起人的好奇心，平时门口外聚集着很多人，买东西卖东西，了解行情，看热闹的各色人等。这里是个灰色地带，一些人在门口和准备买卖货品的客人私下交易。那个时代的所谓正派人还是很拒绝这类倒买倒卖的，但这世界总有先行者，总有大胆者，总有追求自由的人。我发小的父亲就是做这个行业的，在街坊中有个外号叫业余华侨。家里的摆设和发小的衣服大都是洋货，我觉得非常好看，让我在那个时代看到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美好。信托商店以及门口灰色地带买卖的物品性价比很好，很多人还是宁可使用布票、工业票购买大商场的商品。于是我们这些孩子几乎穿着同样单调款式的衣服，特别羡慕发小。鹤莲堂左手是古朴的茶叶铺，至少也是100多年的历史了。天花板很高很美，有隐隐的花纹，让我们觉得非常有神秘感。各种茶叶藏在好看的茶叶罐里，散发着茉莉花混合着茶叶的香味儿。这家店虽处闹市，却有那么点幽深静谧。我们这些小孩子喜欢这里的不一样，喜欢这里的茶香，隔三差五就来捣乱，进去后上蹿下跳。售货员每次都利索地把我们轰出去，挡不住我们一波一波来。在我心中，茶叶店营业员和中药店伙计一样的神秘和文雅，但是更香。多年后在国外茶叶铺遇到的营业员颇有类似的气质，想必是茶香熏出的古风贵族气吧，腰板直不阿谀，或许恬淡如水的脱俗才配得上清雅的茶叶。此处也是好多小孩的职业理想所在地，长大要是在这儿上班就好了，多香啊！我却不以为然，我的理想在旁边。往东过了马路，位于丁字路口的东北角是著名的菜市口百货商店菜百。后来的80、90年代很是风光了一阵儿，也不知道怎么就卖黄金卖火了。火了以后，再没有之前国营大商场的庄重尊贵，变成了个利欲熏心的暴发户。商场里面海报花了胡哨，大喇叭促销信息哇啦哇啦，橱窗也庸俗不堪。成为暴发户之前，这商场是北京市优秀颜值商场的标杆，后来是挣钱纳税的标杆。据说总得奖。商场外面10几个橱窗，在当时的我看来就是人间美景。这么多年了，具体橱窗里面什么样子记不得了，只记得自个儿没事儿就喜欢去每个橱窗前面看那些跟现实生活不一样的美妙场景，想长大以后能干上摆弄橱窗这个工作就好了，这是我的职业梦想之一。职业梦想之二是为百货商店对面的电影院画电影海报。那个时代的电影海报都是手工画上去的，我时不常跑去看工作人员作画，还老问人家什么时候装上去。换海报的时候奔过去瞅着，这是个很迷人的工作，能把电影画出来，摆在马路上，显摆给好多人看，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简直是国王的荣誉。结果这2个梦想都没能彻底实现，实现了信托商店。最后说说我们胡同口的那个店，是个介于商场和小卖部之间的小店，卖些针头线脑，大家伙都叫黑猴，打记事起就这么叫。大人说，因为早年在这个店门口有个黑色的石头猴，家里大人带我出去遛弯，经常去黑猴那待会儿，跟熟悉的店员聊聊天。那些店员都在这个店好多年了，冬天店中间有个连烟囱的大炉子，特别暖和。一说黑猴，只有老街坊们能听懂。如果老人们聚齐了一起聊这个黑猴，保管一些人会眼圈发红，眼泪汪汪。
这个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好像最寻常、最自然、见惯了的，甚至熟视无睹的事物，往往最是情深。有一天它没有了，心里会空一块，怎么也填不上。时间太久，记忆已模糊。现在的菜市口就是到处高楼大厦、大宽马路的城乡结合部，丝毫找不到老菜市口的一丁点模样，一丝丝气息，空留个地名。如果不写下来，怕那点可怜的记忆也都忘光了。